玉成公司的大厅里，人声鼎沸，一大群人聚集在此。他们衣衫不整，举止粗鲁，有的横躺在沙发上，有的霸占着员工的工位，甚至有人肆无忌惮地在老板办公室内使用专属马桶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老板紧握着警察的手，脸上写满了无奈。警察同志，救救我吧！他们已经来这里闹了整整3天了，公司被迫停业，办公室也被他们弄得一团糟。警察皱了皱眉，面对这样的群体，他们也十分头疼。这些人缺乏教育，不懂法律，只要稍有不顺，就会扰乱他人的正常生活。警察摸了摸自己的工作记录仪，确认他正在录制后，才开口询问：“这是什么情况？”老板叹了口气，解释道：“那个带头闹事的是我们公司财务的婆婆。那个女孩很优秀，可惜嫁到了这样的人家。前几天，她在下班路上被一个精神病人割喉了，这件事还上了新闻。精神病人不用负法律责任，他们也没钱赔偿，所以这家人就把矛头指向了我，非要我赔钱。你们说说看，这只能算是他倒霉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”警察还没来得及回应，那个满头白发的女人就冲了上来，紧紧抓住警察的手，嚎啕大哭：“警察同志，你要为我们做主啊！我儿媳妇是个好孩子，要不是来这里上班，怎么可能会被精神病盯上？”老板的脸色顿时变得难看：“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难道我不该让后校下班吗？”女人的哭声戛然而止，她瞪大了眼睛看着老板，然后又开始大哭起来：“你看，他当着你们的面还这样威胁我们！”他向身后的人群使了个眼色，那些人立刻跟着他一起大哭起来。震耳欲聋的哭声让警察的耳朵都感到疼痛。经过长时间的协商后，老板和女人最终达成了妥协。老板支付了一笔丰厚的抚恤金和安葬费用，而女人则签署了保证书，承诺不再来公司闹事。在警察的见证下，老板将一张写有巨额数字的支票放在桌子上，并盖上了公章，使其生效。女人一边数着支票上的零，一边努力掩饰自己内心的喜悦，一副得意洋洋的样子。就连警察也忍不住对老板投去同情的目光。老板深吸一口气，看着女人，并再三叮嘱：“阿姨，这安葬费是给你们的，但一定要用在后校身上。不管是买墓地、办葬礼，还是其他什么的，一定要用在后校身上。这可是给逝者的钱啊！”然而，女人已经完全沉浸在自己成为百万富翁的幻想中，根本听不进他的话。她一边点头，一边小心翼翼地将支票折好，揣进怀里。我悬浮在空中，看着她信誓旦旦地应承下这件事后，支票左下角突然浮现出了几个字，我忍不住捂嘴偷笑。我是后校因为一场意外死在下班路上，这个正在数钱的女人是我婆婆。就在刚才，她心满意足地拿到了我的死亡赔偿款，但实际上我是一个修炼了1000年的鬼魂，所以他们真正拿到的其实是鬼的钱，也就是俗称的买命钱。看着女人离去的背影，老板叹了口气：“爱破财消灾，破财消灾，就当是后校在我这里工作了10年的补偿吧。”警察拍了拍他的肩膀，以示安慰。他出了门，门口一辆面包车早就停在了外面。婆婆拉开门，一屁股挤在副驾驶上，献宝似的从怀里掏出支票，给主驾驶的男人看：“儿哎，看你那媳妇，死就死了，还给咱家做了这么件天大的好事儿，
男人拿起支票，皱了皱眉头，操着一口浓重的方言：“这是啥？为啥不是银行卡？”婆婆挠挠头，人家说了，这么多钱，好像只能通过支票。男人对着阳光再愣起来，一个个数零，2468，这是150万。男人抬头，震惊地看着婆婆，婆婆笑得愈发猖狂。那是不枉费我闹了好几天，这老板还是有钱。你说他肯给这么多，不会跟后校有一腿儿吧？早知道我就多要点了。男人将支票小心地揣进怀里，呲着大牙笑着，管他的呢，反正后校已经是个死人了。嘿嘿，有钱了，有钱了。米米要的50万彩礼钱有喽。婆婆忙应和着：“是啊，你一会找个银行，赶紧给他打过去，千万不能把我宝贝孙子打喽。”我趴在车顶，听到这话，忍不住摇了摇头。想当年娶我的时候，连那3万8的彩礼都是东拼西凑出来的，现在倒好，抬个小三过门，居然给人家50万彩礼钱。看来肚里揣个会喘气儿的还是值钱啊。或许有人会觉得我可悲吗？我可不这么想，因为眼前这个男人根本不是我的菜。当初之所以嫁给他，只不过是我的一场劫而已。我是一只修行千年却动了凡心的鬼，妈妈为了惩罚我，让我来人间走一趟，只有过了这场劫，死后回归阴间，才算渡劫成功。而走在路上被割喉，也是他给我安排的死法。刺啦刺耳的刹车声，这辆脏兮兮的面包车停靠在路边，男人兴高采烈地从车上跳下来，一个没站稳，差点把脚崴了。我眼睁睁看着他兴冲冲走到柜台，看到提示转账成功后，男人一口气没上来，两眼一翻晕了过去。我飘在上面，期待看到后面的结局。一个小插曲并没有冲淡我的高额安葬费给这个家庭带来的喜悦。没过几天，轰轰烈烈的婚礼就开场了。不得不说，林胜平真是个脑子进水的，为了收礼钱，居然还邀请了与他仅有一面之缘的那些我前公司的同事们。司仪在台上介绍着流程，台下他们窃窃私语着，丝毫不给他面子。你说这后校嫁了个什么人啊？这边尸骨未寒，那边居然就再娶了。更离谱的是，居然还请咱们。是啊，如果后校在天有灵，肯定不会放过他。要不是这林胜平3天2头给我打电话，我还真不想来，省了这200的礼钱。拉倒吧，小慧，人家可看不上你的礼钱。别忘了，当时老板可是赔了他家一大笔钱。我听说老板还专门嘱咐过，这钱要给后校用。你说他们这婚礼……文生抬头看了看这装饰豪华的婚礼现场，明明是2婚，办的却比娶后校的时候隆重多了。几人同时摇了摇头，不说话了。我坐在他们旁边的椅子上，从怀里掏出把瓜子，一边嗑一边看得津津有味。这小三不错，有胸有屁股的，被林胜平这东西糟蹋了，可惜了。给我口水喝，渴得我渴死了。算了，你也看不到我。一场婚礼下来，竟然把我累得一头汗，直接进到敬酒环节。两人互相挽着，每桌挨个敬。等轮到我们这桌的时候，女人变了脸色，偷偷跟林胜平说：“平哥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这个牌子前妻同事桌，你这不是诚心打我脸吗？”林胜平一边看着外面陪笑，一边安抚他：“敏敏，你听我说，我这不也是为了咱的礼钱着想吗？当时还活着的时候，托后校的福，我可没少给他们上礼。这下后校死了，也不能便宜了他们。放心，以后咱孩子满月啥的，保证不叫他们了。”徐敏在他腰间拧了一把，
这还差不多。两人走到桌旁，连杯子都没抬，淡淡飘了句吃好喝好啊，就离开了。同时小慧本来挂在脸上的笑凝住了，咚的一声把杯子砸在饭桌上。什么意思嘛？他请咱们来的，现在整这出。大家纷纷劝他，每个人都心知肚明，这是最后一次打交道了。这次结束后，大家就跟后校跟林盛平再也没有关系了。我也赶了上去，象征性地拍了拍她的背，目光看向主桌上笑得开心的婆婆，若有所思。没关系，再等等，报应就到了。婚礼很快结束了，我跟着婚车摇摇晃晃回到了我们的家。这钱说多不多，说少不少，如果他们懂点事，给我捎走的话，我可以在他们死后让他们投个好胎。可现在，且不说我的骨灰都不知道去哪了，他们没有一分钱是花在我身上的，而且还马上把小三抬了进来。我看着被裱起来挂在墙上的那张支票，左下角淡淡的3个字明监制，手不自觉地抚了上去。新婚第1天，没有传来预期的声音，那间主卧里反而充斥着哗啦啦的数钱声。徐敏一身红色睡衣坐在床上，双手不断捧着钞票，稀稀疏疏地翻来翻去，对着李丹看。林盛平大咧咧地躺在那里，时不时摸他一把。行了，就那2个钱，别数了，快睡觉吧。徐敏翻了个白眼，什么叫就那2个钱？那是你现在有110来万，肯定看不上呀，但你这也不分我。自己捏着紧紧的。林盛平脸上有些挂不住，什么话？我妈说了，这钱等你生了孩子以后都是你的。徐敏冷哼了一声，掉了个个儿，离他远了点。要我说，这钱还是拿在自己手里踏实。你敢保证你妈不会对那么多钱动心？林盛平皱了皱眉，他没想到这徐敏刚过门，居然就跟他妈不和了。还是后校好，结婚这么多年，勤勤恳恳，里外里把他俩伺候得服服帖帖。我隐在墙上，也翻了个白眼。大哥，你结你的婚，想我干啥？我可不是尽心尽力伺候人的命，只是我阴德积多一点，就能早一点回家了。千万别自作多情，以为我是为了你啊！我在人间做的每一件好事，都是为了早点死罢了啊！徐敏翻着翻着，被一张钱吓得尖叫出声，声音凄惨，像是从喉咙里挤出来似的。连我都吓了一跳，更不用说林盛平了。他蹭的一声坐起来，脸上带着些不耐烦。又怎么了，姑奶奶？徐敏把那张钱腾的一下扔过来，惊吓后板着脸说：“你他妈自己看看，林盛平，你请的好人，居然拿他妈的冥币当彩礼！快给我把这个人逮出来！”林盛平呼吸一滞，死前我这老公就有些怕这些灵灵鬼鬼的东西，现在亲眼见到这冥币，心里不打鼓不可能。他接上，翻来覆去的看，确实张冥币，长得跟人民币很像，上面大大写着几个字：天地银行制。林盛平撇撇嘴，将那张冥币撕碎扔进垃圾桶，安抚道：“可能是谁开玩笑吧，没事没事啊。”徐敏深吸一口气，捶了他一下：“要是把你儿子吓出个好歹来，你可后悔去吧。”林盛平嘿嘿一笑，死皮赖脸地凑上去，弯着腰把钱一搓，全推进了保险柜里，放到了床下，一把搂过徐敏，两人钻进被子里絮叨去了。看着垃圾桶里的碎钞，我拍了下脑袋，糟了，怎么就忘记了？我上的礼，他们也是能看到的呢。对着那堆纸钱吹了口气，刚才粉碎的冥币复又完好如初，崭新崭新的放在他们桌子上。翌日，一桌人围着吃饭，徐敏揉着脖子，嘟囔着：“不知道是不是没睡好，我怎么有些落枕了？
总觉得头上重重的。我坐在他肩膀上，捂着嘴偷笑，能不重吗？我这么一个大活人坐着，没给你压断了，都算命大了。林胜平适时地揉着他的脖颈，怎么会？你又不是第一次来住了，难道跟怀孕有关？我难以置信地看向他，我是第一次知道有他的存在，可他的意思难道是说徐敏早就在屋里睡过了？我虽然不喜欢他，但也觉得有些恶心，翻了个白眼。我抬起屁股，报复似的重重向下一坐。徐敏拧着眉头，哎呦，娇嗔着看了眼林胜平，别动了，别动了，过一会就好了。婆婆看着他们这郎情妾意的样子，忍不住将手里的碗放在桌子上。行了呀，还让不让人吃饭了？我是说，别把大孙子饿着。徐敏刚准备发作，听到后半句又咽了下去，嘟着嘴不情不愿地吃完了。徐敏的婚假有5天，这5天里，我白天跟着他们2人到处溜达，晚上就坐在客厅盯着那张支票，掰着指头数了数，算算日子也该到时间了。可能没多久，我就要真的见到他们了。几天后，我坐在徐敏肩膀上，让他带着我去上班。路过楼下花坛的时候，有几个妈妈领着小孩在那里玩，一个2、3岁的孩子一直盯着他不说话。徐敏自从怀孕以后，母性泛滥，对这种小孩更是没有抵抗力。他蹲下身子，想摸摸他。你好呀。小孩哇的一声哭出来，倒退着跑开了，边跑边说：阿姨，阿姨。我一愣，都说孩子有阴阳眼，难道是真的？他能看到我？这么想着，我扮了个鬼脸，重现了那天的死状，脖子上一道深可见骨的伤口浮现了出来。小孩见了，哭的声音更大了。妈妈，血，血！徐敏愣在原地。血？什么血？他身上哪儿有血？见这小孩嚎哭不停，引着更多人来围观。他生怕自己被当成人贩子，赶紧穿过人群溜走了。我回头看到那小孩还在不停跟妈妈指着徐敏的方向说着什么。他在一家酒店当前台，显然到单位的时候已经快迟到了，再加上早晨被那个小孩影响了心情，神色很不好。同事碰碰他，敏敏姐，你怎么了？在家太累了。你这刚新婚，怎么看着一下就老了些似的？你老公欺负你了？徐敏一愣，赶紧拿过一旁的镜子，左瞧瞧右看看，一把抓住同事的肩膀，惊恐地问：我老了？同事被吓了一跳，下意识挥开他的手。没，我说错了，你不老。徐敏趴在镜子前，牢牢盯着自己，喃喃道：对呀，我不老。我怎么可能老呢？我刚30岁，怎么可能老？同事被他这神神叨叨的劲吓到了，搓了搓胳膊，离他远了些。这一天，徐敏根本顾不上招待客人，只要有空就对着桌上的镜子翻来覆去的看，盯着自己哪里长斑了，哪里又长皱纹了。就连领班都忍不住来说他，可他还是一意孤行，盯着自己的脸。他当然不知道，拿了我的钱就要拿寿命还。下班回家后，徐敏坐在梳妆台前，又盯着自己。我冷笑，自从那天办完婚礼以后，徐敏的皮肤状态就每况日下。难道是林胜平家不干净？不对呀，且不说我每周都会大扫除，就连床单枕巾都是时常更换，可这脸上的皱纹和脖子上的颈纹怎么会愈发明显？徐敏一脸不解，先是皮肤变得干枯蜡黄，接着眼角皱纹也浮起来了，嘴角法令纹也加深了。现在的我说出去像40岁都有人信。这时回家后的林胜平从身后拥着他，把头挤了进来，两张脸同时出现在狭小的梳妆镜前。徐敏大吃一惊，
和他一样，林胜平的脸上也多了许多皱纹，而且衬得他皮肤黝黑的脸上更老。现在的他像极了40-50岁的男人。你没发现你最近变老了吗？徐敏哆嗦着嘴唇，慢慢说。林胜平愣了一下，摸摸脸，还好吧，男人嘛，要那么年轻干啥？我又不是小白脸，有钱就够了。是啊，有钱就够了，可那是我的钱。我蹲在墙角看着他俩，冷笑地看着面前的两人。徐敏叹了口气，算了，大不了多买些护肤品。林胜平笑出了声，想买就直说，拐弯抹角的，我能委屈了你？咱有钱。徐敏扑哧一笑，娇嗔着笑骂他一声，又跟林胜平滚上了床。第二天起床，徐敏在厕所跟婆婆打了个照面，意外的，她发现婆婆的头上白发也更多了，而且脸上好像也长了许多老年斑似的东西。她试探地问道：“妈，你这头发和脸？”婆婆不太自在地摸了摸，可能是怕她看到，别过身去。没事，年纪到了，该老了，不像你们还嫩着呢。吃饭的时候，徐敏止不住自己的好奇，一个劲看向婆婆，把她看得发毛。从那天后，徐敏每次出门都要戴上口罩和防晒帽，把自己包得严严实实才算，生怕别人看出来自己不对劲。没过几天，徐敏辞职了，因为她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头发也开始像婆婆那样逐渐变白了。先是从发根开始藏在里面，她看不清楚，直到被自己发现后，白发已经悄然从发根长了6-7厘米那么长。徐敏吓坏的不只是她，还有林胜平和婆婆。他们两人似乎也发现自己好像确实比之前更老了。几人全副武装，戴好口罩、面罩，跑了好几家医院，可无论怎么看都没有一丝疾病的征兆，连医生也无能为力，只是跟他们说让回家注意休息。按理说一个人这样还情有可原，可是一家人都这样，难不成是招惹了什么东西？林胜平胆子小，在别人的提醒下才肯往这方面想，他是无所谓，但他老婆肚子还怀着孩子，妈妈年纪又大了，也不能这么不明不白的一直活到死不是。思前想后，他听了朋友的话，决定去找个人问问。好容易几经周折，过了几十天才找到大师。他们三人头发已经几近全白。临出门前，林胜平咬咬牙，想了又想，从墙上把那张裱起来的支票取下来，叠了几下塞进怀里，万一能派上用场呢？看着这钱，我久违地露出了笑意。他们一进屋就统统道：“大师，你看我们这是怎么回事？”老头跪坐在高处，明明挂的用的都是道家的东西，却偏要学驱魔人那套，还跪坐。我撇撒嘴，依旧以一种不甚雅观的姿势坐在徐敏脖子上。之所以不坐林胜平头上，是我嫌他大热天汗重，身上臭，而婆婆一直都成天不出门，只会窝在家里看着裱起来的支票傻笑，没什么用。只有徐敏还算符合我的标准吧。坏了来社，三人下意识对视一眼。坏了？什么坏了？老头蹭的一声从座位上起身，走下台阶，关掉热水台上即将溢出的水。坏了，水差点溢出来。老头一边给自己倒上茶水，一边擦着飞溅出来的几滴开水，时不时哈嘶哈的，好像被烫着了似的。林胜平皱着眉头：“大师。”老头没理会他，端着水杯晃晃悠悠又坐回高处，斜睨了一眼：“着什么急？拿人钱财替人消灾，不是很正常吗？”林胜平一愣：“什么叫拿人钱财替人消灾？”老头叹了口气：“
向前趴了趴身子，居高临下地看着他们。我听你的意思，自从结婚以后就变成了这个样子，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我是说，有没有可能跟你之前那段姻缘没劲有关系？林胜平猛猛摇头，不可能，我前妻已经死了，还从来没听过丧偶的人不能二婚呢。老头笑里藏刀，不错，死是死了，可你们再想想，是不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？你们既然找上我，肯定是些不干净的东西霍霍了你们的身子。往古怪的地方去想，你们是不是做过对不起人家的事儿？老头的话好像有魔力似的，蛊惑着每个人开始陷入回忆。我好笑地试图开他们的脑子，看看他们到底在想什么。林胜平那边是走马灯似的各种出轨场景，有瞒着我见徐敏的，有说他出车祸了，但却是为了去徐敏家过夜的，还有趁我在公司加班的夜里把徐敏带回家的。无聊，我换了个人。徐敏那边是他知三当三的证据，是他来家里睡觉时偷用我化妆品和护肤品的嘴脸，是他无数次脑海里幻想过把我杀掉的场景。单调，最后轮到那个表面风平浪静，其实心里慌得一批的婆婆了。她脑海里闪过许多平日里跟我有冲突的画面，有的甚至我都忘记了，她都还能回想起来。终于，她转而想到了那天要钱时老板对她说的话：阿姨，这安葬费给了你们，可一定要用在后孝身上，不管是买墓地、办葬礼或者什么的，一定要用在后孝身上。她灵光一闪，面上一变，颤颤巍巍地道：我有一条。那边林胜平和徐敏对视一眼，正在犹豫自己出轨的事要不要对道士说。听婆婆这么一说，两人齐刷刷地看了过去，眼里是满满的不解。她一个老太太能做什么事儿？众目睽睽下，她小声把那件事说出来。林胜平想说话，但又忍住了。他知道没人能在面对150万的时候不动，他妈不是偶然，他也不会是例外。老道捋了捋莫须有的胡子，道：那就是这件事喽，你们不知道吗？在阴间，这种钱叫满寿钱，一旦没落在该落的人手里，这钱就发挥了自己的作用。你们骤老的原因就是寿命被买走了，3条不4条人命，区区150万，不值，不值得呀。听到这话，几人脸色突然变了，他们怎么忘了现下徐敏肚子里还有一可不就是4条人命吗？吓得林胜平跑上台阶，一巴掌拍在桌案上：大师，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把这钱还给后孝？意外的，大师本波澜不惊的脸上突然变了神色，盯着林胜平问：你说那女人叫什么？林胜平被吓了一跳，结结巴巴道：后孝啊。大师绕开林胜平，一边嘟囔着完了，一边走下来。徐敏也顾不上太多，捂着渐渐长大的肚子，一把拽住大师胳膊：大师，您把话说清楚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？大师叹了口气：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有这种本领能害你们成这样的鬼，本身就高强，但是我还真没想到，这事儿我也办不了。这女人不，女鬼可以称得上祖奶奶级别的了。林胜平跌坐在高台上，他听到了什么？他的前妻居然是一只厉害的大鬼。大师淡淡瞥了眼林胜平，这鬼本叫猴，是全身长满羽毛的鬼，修炼千年，鬼力精深，不知怎么居然能到人间跟你结婚，还真是瞎了眼了。我默默替他补上后面的话。他捏了几下：这样，你们去他坟前自己找他，我只能说这么多了，否则到时候我也会被连累的。3人失魂落魄地走了。
临出门前，我坐在徐敏脖子上，冲老头比了个大拇指，不知他有没有看见，只是在屋里走动的脚步加快了，看起来还很开心的样子，好像刚被老师表扬了的小朋友似的。婆婆板着脸，一脸不相信。后校是侯潇，这老头不会骗人吧？林胜平一边开车一边摇头，面色凝重。不可能，我朋友说了，他特别灵。既然他都这么说了，死马当活马医，不如我们现在就去他坟前看看，也省得到头来害到我儿子。徐敏扶上肚子，忍不住点点头。听到这话涉及到了他孙子，婆婆闭上嘴，也就没再反驳。林胜平开啊开，停在一处红绿灯前，扭头问婆婆：“妈，让你办后校的丧事，你把它埋哪儿去了？”婆婆脸色一变，不由得别开了脸，半天支支吾吾说不出话。徐敏也着急了，忍不住大声道：“妈！”婆婆闭上眼，破罐子破捧：“行了行了，坟地太贵，我没给他买，把它将就将就，火化了以后，骨灰埋进你爸那个墓地里去了。”林胜平身子一下瘫软了，靠在椅背上，颓然道：“你呀，你可真是我的好妈！别说后校死不瞑目了，如果换成是他非得扒了这家人的皮不行。”我坐在后座位上，婆婆的身边，摇了摇头：“有没有墓碑？埋在哪里？那都是做给活人看的东西，我本来就看不上那意，这不过是我在阳间立的一场劫罢了。要是太放在心上，我这几千年不是白活了吗？”只是这林胜平虽然看起来千般万般对不起我，不过如今能有忏悔的意思，那我之后也就手下留情些吧。汽车缓缓发动，开向了那个名不见经传的城中村。村子坐落在这座城市的郊区，而公公的墓就在东山顶上。公公死得早，当时家里还没什么钱，婆婆一人带着林胜平不容易，只能向别人借钱刻了块碑，将公公草草在东山顶上找了块地方埋下。只是没想到，此后这么多年，他们竟然一直没想过给公公置办块墓地。如今更好，竟然不顾伦理道德，把公公和儿媳的骨灰一起放了进去。这叫什么事儿？跟着他们，我找到了自己在人间的尸首，那堆尸粉。林胜平一边扶着徐敏避开路上的小石子，怕他崴了脚，一边嘀咕道：“你这是选的什么地方？怎么能把他跟我爸放一起呢？”婆婆在身后没人扶，只能抓紧路边的树拳子。那不是实在没钱了，妈妈？没钱？那我的150万是什么？没一会，几人就来到公公墓前。徐敏再也忍不住内心的惊惧了。她现在满脸皱纹，顶着一头白发，如果不是还算矫健的身子，活像个60、70岁的老太太，再加上那大大的肚子，怎么看怎么诡异。她怎么也没想到，嫁给林胜平，居然会让自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她扑通一声跪在墓前：“后校，求求你放过我们吧，孩子是无辜的。”我飘荡着坐在碑上，准备看这三人打算怎么演戏，被他拉扯着。林胜平也跪了下来：“后校，对不起，不知道是为哪件事道歉的。”婆婆也哀嚎一声，跪在旁边：“后校啊，都是我不好，你放过他俩，放过我的孙子吧。你不是要命吗？拿走我的吧，反正我也活够了。”他在坟前哭哭啼啼的，吵得我头疼。终于，我现了身。谁说我要命的？他们虽然做好了心理准备，但乍然见到我，还是被吓得跌坐在地。啊！徐敏捂着肚子，险些就要栽到身后的坡下，幸亏林胜平一把拉住了他。我现出了自己的样貌，一个皮肤上沾满羽毛的人形，此刻正坐在碑上，
撑着下巴看着面前仨人，指了指自己的头发：“我不要命，把钱还给我，你们就没事了。”婆婆脸色一变，她做好了把命给我的准备，但却没想我是来从她兜里掏钱的。如我所料，另外2人的反应显然也是不同意的。我差点忘了，当初徐敏为什么肯嫁给他，不过是因为那50万彩礼钱罢了。现在让他们都退回来，这比要了他们的命还难。我冷笑着看着他们，仿佛已经预料到了他们的反应。3人面面相觑，谁也不愿意先开口。最终还是林盛庭打破了沉默，他硬着头皮说道：“后校，那笔钱我们已经花了一部分。”哦，我挑眉看着他们，那是你们的事情，与我无关。总之，属于我的，我要全部拿回来。婆婆突然哭了起来，一边抹着眼泪一边说道：“后校啊，我们真的没钱了，你就行行好，放过我们一家吧。”徐敏也带着哭腔说道：“是啊，后校，我现在已经怀孕了，你不能这么狠心。”狠心？我冷笑一声，当初你们拿我的钱时，怎么没想过狠心不狠心？现在知道求我了，晚了。林盛庭咬了咬牙，仿佛下定了什么决心似的。后校，我给你时间，我去筹钱，一定会把那150万还给你的。我看着他，不禁感到一丝好笑。我给你时间，你当初给我时间了吗？你们一家人真是贪婪到令人作呕。说完，我不再理会他们，转身消失在空气中，留下3人面面相觑，不知所措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他们开始四处筹钱。林盛庭卖掉了车子和房子，徐敏也拿出了自己的积蓄。他们甚至向亲朋好友借钱，只为了凑齐那150万。然而，当他们终于筹齐这笔钱时，却发现我已经不再出现了。他们找不到我，也无法将钱还给我。日复一日，他们的生活在焦虑和绝望中度过。林盛庭的公司因为这件事受到了很大的影响，生意一落千丈。徐敏也因为压力和焦虑导致身体出现了问题，孩子最终没有保住，而婆婆则整日以泪洗面，后悔当初自己的贪婪和自私。终于有一天晚上，在他们绝望的时候，我再次出现在他们面前。你们终于凑齐钱了？我看着他们问道。3人点点头。林盛庭将一张银行卡递给我，这是150万，我们一分不少的还给你。我接过银行卡看了一眼，然后收了起来。既然你们已经还钱了，那我就不再追究了。说完，我正准备离开时，徐敏突然叫住了我：“后校，请等等。”我回过头看着他：“还有什么事吗？”徐敏咬着嘴唇说道：“我们还能回到从前吗？”我看着他笑了笑：“回到从前，你们觉得可能吗？”说完，我转身消失在空气中，留下他们3人站在原地发呆。或许对于他们来说，这是一种惩罚吧，但是他们也从中得到了教训：人不能过于贪婪和自私，否则最终只会自食恶果。而我则继续我的游荡生活，偶尔会在人间出现，但是再也不会与他们有任何交集了。几年后，我听说林盛庭和徐敏离婚了，各自过上了新的生活，而婆婆则因为过度悲伤而离世。这个家终究还是散了，而我依旧在人间游荡，见证着人间的悲欢离合，善恶有报。或许这就是命运吧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和决定，而这些选择和决定也将会影响他们的一生。几年后的一个夜晚，我坐在一座高楼的顶端，俯瞰着这座繁华的城市。霓虹灯闪烁，车水马龙，人们忙碌地奔波在生活的道路上。我微微一笑，这一切都与我无关了。
突然一阵微风吹过我的脸颊，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和自由。或许这才是我想要的生活吧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我视线中，那是林胜平。他看起来苍老了许多，但是眼神中却透露出一种坚定和从容。我看着他慢慢走近，然后在我身边坐下，后笑：“好久不见。”他微笑着说道：“是啊，好久不见。”我也微笑着回应道：“你现在过得怎么样？”“还好。”他叹息道。经历了那么多事情之后，我终于明白了许多道理。现在我在经营一家小公司，虽然规模不大，但是很有意义。我点点头，没有说话，只是静静地看着他。“你知道吗？”他突然说道，“其实我一直都很感谢你，当初如果不是你，或许我还会继续沉沦下去。”我微微一笑，没有说话，心里却感到了一丝欣慰。或许这就是命运的安排吧，让我们在经历种种之后，都能找到自己的归宿和幸福。夜晚的风吹拂着我们的脸庞，我们静静地坐在高楼的顶端，俯瞰着这座繁华的城市，感受着这个世界的美好与宁静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